固化魂力中，融入精神力呢？这魂力漏斗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磁场，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到周围空间。论体积，已经与地天体内的一个小黑洞差不多了，但纯度差了很多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是无法将这魂力漏斗收入体内的。这股高度压缩的魂力随时会爆炸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必须找个空旷无人的地方。周围方圆数千平方米的天地元力都在朝着这里汇聚过来，太神奇了！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法则？有失控了，不能再近距离观察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敌袭吗？不知道，同学们还没消息。爆炸威力这么强，这还只是个未完成品。霍雨浩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外面透透气。透个气要这么长时间？今天的夜色真美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在帐篷内的？我有事路过，就顺便过来看你一眼。你既然没事了，明天我们就回学院吧。终于可以回到史莱克城了。诸位，史莱克的诸位，前线战事焦灼，元帅和99公主都抽不开身。但是元帅向陛下申请的赏赐，尤其霍小友的绝味册封已经在路上了，还请稍待几日。完成册封后，元帅会亲自设宴为诸位送行。我不需要任何赏赐。白虎公爵和皇帝陛下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大家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。啊？连爵位都不要吗？飞了3个时辰了，大家先休息一下吧。霍雨浩，我要吃烤鱼。他怎么心事重重的？烤鱼好了，大家可以吃了。我不饿，修炼完再吃。小师弟，你这么努力，还让不让我们活啊？好香啊！楠楠姐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烤鱼和上次有什么不同？好像少了些什么。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啊，还是那么的美味。我明白了，确实是少了些什么，不过不是我们的，而是你的烤鱼。三师兄，你们先回唐门吧，我去趟海神阁，有事向玄老请教。唐老师好，霍学长好。回家的感觉真好。我要去玄老那里，在此别过。唐舞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关注他？你不能再这样了。老师，我回来了。这次出去，我竟然见到了叶溪水前辈。他现在已经是日月帝国的死神斗罗了。老师，您听得到我说话吗？穆老是没有办法回应你的。受潮时，他释放能量导致灵魂受损，现在只能在黄金树内温养。
大陆局面突然变得如此不堪，没想到日月帝国隐藏的竟然如此之深。叶溪水，他果然还活着，只是他与龙逍遥一起站在了日月帝国这边，是我不曾料到的。2名99级极限斗罗，足以撼动整座大陆的局势了。毒不死前辈不是也已经突破了吗？也许毒老怪在日月帝国的突袭中伤了本源，加上本体宗年轻一代损失殆尽，心气大跌，很难再与龙逍遥及叶溪水争锋了。天魂帝国经过这次偷袭，元气大伤，恐怕也再难有一战之力了。玄老，那我们能否召集一些隐士宗门，一起对抗日月帝国呢？毕竟，咱们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如果被日月帝国侵占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已经在做了，很多宗门都积极响应，但在日月帝国最先进的魂导武器面前，这股抵抗力量还是太弱小了。玄老，有件事我想向您请教。此前在明斗山脉，我与叶溪水对上的时候，引动逆灵召唤帝天附体，帝天将力量通过空间之力注入到我的身体中，借助我的身体降临。那时我发现帝天的魂力运转与我完全不同，仿佛一个个黑洞相连，其间蕴含着极为恐怖的空间之力。学院教授的知识止步于魂斗罗，到了封号斗罗后，魂力的变化没有讲过。帝天那样的黑洞魂力，是极限斗罗所独有的吗？虽然都是极限斗罗级别，但帝天明显要比叶溪水更强。如果叶溪水不动用死神塔魂导器，他不是帝天的对手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接触到了这个层面。你的判断没错，魂师的魂力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后，就会由原本的液态向固态转化。完成固态转化后，就会陷入修炼瓶颈。这个瓶颈对于绝大多数魂师来说都是很难逾越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固态化的魂力是不能流动的，因此很多封号斗罗在完成魂力固化后，修为就再难寸进了。但是魂力固化又是冲击封号斗罗的基础，固化后的魂力会沉浸在丹田之中，名为魂核。魂核不断旋转，吸收外界魂力，供魂师使用。所以帝天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他的魂核还能继续流动。思路没有问题，不过帝天的手段更为高超。这就是帝天体内魂力情况的原理，以自身魂力为引，引起空间塌陷，构成一个能够无尽吞噬天地元力的黑洞。这样的黑洞魂力需要强大的精神力进行控制，我只能维持一时，而帝天却能将其保持常态。这就是我与帝天的差距。保持常态？那帝天的精神力消耗岂非极其巨大？不是的，它凝聚了第二魂核，两大魂核相辅相成，形成了稳定的平衡。第二魂核，凡极限斗罗都凝聚了第二魂核，穆老、叶溪水、龙逍遥，包括毒不死都是如此。不过他们凝聚的第二魂核都比第一魂核小很多，唯独帝天的第二魂核与第一魂核实力相当。所以，他远比一般极限斗罗更加强大。他的实力早已无限接近神奇。神奇！玉浩，你是双生武魂，成就极限斗罗要比我们容易很多。
在你突破封号斗罗的时候，一定要争取同时成就双魂合。你的精神力远超同级别魂师，甚至可以媲美封号斗罗。届时，精神力就是你的第二魂合。玄老，那我要是在现阶段就成就魂合，会出现怎样的情况？那么你的修炼速度会大幅提升，因为魂合对天地元力的吸收速度是冥想修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。可是，当你达到90级的时候，冲击封号斗罗的难度也将会史无前例的高，因为第一魂合会对凝聚第二魂合形成巨大的吸扯力。这可是很多98级超级斗罗冲击99级极限斗罗时都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。玄老，我想试试。好，老夫亲自为你护法。很好，继续，让我看看你最终能做到什么程度。压缩，再压缩，旋转，再旋转。固态魂力已经超过我体内魂力总量的半数了。我的魂力在急剧流失，5成、6成、7成。强烈的魂力波动，有人在冲击超级斗罗。魂力波动的核心在玄老房间，既然有玄老护法，应该不必担心。我们且在这里观察一阵。奇怪，那会是谁在冲击超级斗罗呢？过来，那边，路上。难道是他？8成，魂力被吞噬超过8成了。宇浩，坚持住！你的固态魂力已经属性化了，如果在现在这个级别就能构建魂合长弓，你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89级。虽然冲击封号斗罗会很难，但这也是你的机缘，坚持住！宇浩到达极限了，不得已，以我的魂力禁锢住宇浩的固态魂力，再将其送入高空引爆，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。只是宇浩要虚弱几天才能恢复过来。那是什么？生命函数之恶！天梦阁，继续，有我呢！天梦，你再将你的本源之力汇入宇浩体内，这样的话，一旦宇浩冲击成神失败，寿终正寝的时候，你也会一起死的。当我选择宇浩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与他同生共死了。宇浩此时的魂力与精神力都已逼近极限，但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打断宇浩，否则他会受到极大的反噬。来吧，穿梭吧！灵魂仿佛都要被吸
吸射进去了似的。那黑洞漩涡中有着无尽的黑暗，有着无尽的未知，却与我紧密相连。这就是我的魂核吗？ 将第一魂核融合在精神之海，而不是丹田，很好。这样结识第二魂核就有了容身之处。于浩，你成功了！你真的在魂圣阶段就凝聚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魂核。 好好感悟，这份体悟是很多魂师究其一生都没有的机缘。玄老，刚才不是您在冲击第二魂核，而是……于浩这孩子，可能是斗罗大陆万年来的第一人。 真是怪物中的怪物。现在，是这群年轻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。通知海神阁全员，协助唐门组建魂导师团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魂力自行运转起来了。冬儿。 抱歉，我是唐舞桐。该说抱歉的是我才对。玄老让我来告诉你，醒来后就去唐门。这边，东西都放这儿吧。 好，往下放。贝大师兄，学院送的第3批材料到了，你把那箱搬到那儿去。好，快送去库房吧，这里都快堆不下了。大师兄，宇浩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都在海神阁入定1个月了，可把我们给忙死了。大师兄、二师兄、三师兄，这里怎么回事？学院送了很多材料过来吗？何止啊！走，我们边走边说。魂导师团。学院经过海神阁讨论，综合各方面意见，决定建立3个魂导师团。3个？按照日月帝国那样，一支魂导师团数量是500人的话，装备3个魂导师团，那可就是1500人。这1500人的装备，哪是那么容易制作出来的？第1支魂导师团
名为唐门魂导师团，是学院特批，也是3支中装备最精良的。总人数200人，全部装备唐门最先进魂导器，由魂帝以上级别的魂师组成。团长为仙灵2院长，副团长钱多多院长。同时，唐门魂导师团的封号斗罗一共将有10位，全部由学院补充进来。200人，其中有10名封号斗罗。就算日月帝国最强大的护国之首皇家魂导师团，也没有这么夸张的配置啊！我们唐门能满足这么高的魂导器需求吗？所以这支魂导师团全部由近战魂导师组成，所配备的魂导器全部以增强速度和攻击力为主。唯一的联动魂导器是群体防御。原来如此，这样确实能做到扬长补短。那么，另外2支魂导师团想必分别是以远程魂导器和定装魂导器为主了吧？不愧是小师弟，一点就通。另外2支魂导师团，一支名为重炮魂导师团，单纯配备唐门最先进诸葛神弩炮，共300门；最后一支名为炮台魂导师团，共1500名魂师，配备的魂导器也只有一种，全地形自走炮台，共300台。这样的3支魂导师团，完全是3头吞金巨兽。楠楠，你怎么越来越像钱多多副院长了？巨额的资金消耗暂且不提，要满足这3支魂导师团的魂导器配置，我们唐门的稀有金属恐怕还不够。虽然我们从日月帝国卷走了一批稀有金属，但品级最高的稀有金属仍然不足。不错，这也是我们着急叫你回来的原因。想到办法了。秋秋，霍雨浩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我们地龙门坐落于天魂帝国北方，靠近极北之地。宗门秘境里有一条隐藏矿脉，里面极有可能埋藏着一种少见的稀有金属。可能？地龙门自己没有探测过吗？秘境那里温度极低，并且危险重重，就连妈妈这样的魂斗罗也无法深入。只有你这种拥有极致之兵武魂的魂师才有可能进入。我们地龙门既然选择加入唐门，这条矿脉自然也就送给唐门了。更何况，地龙门所在的龙城已经被日月帝国攻破占领，宗门内的资源不转移出来，迟早也会被日月帝国发觉侵占。快到了，龙城，地龙门的根基所在。妈妈在史莱克城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，所以就由我带你来了。跟我来。此情无痛。有守卫，怎么办？我想到进城的办法了。萤火之光。看这魂导器失联了。没事儿，新型号总归是有各种小毛小病的。到换班时间了，他俩人呢？开小差去了吧？这么冷的天，我也不想巡逻。这身衣服好暖和呀！嘘，哦。
城看起来丝毫没有沦陷的感觉。作为靠近极北之地的边境城市，反而人气不错。当初日月帝国大举入侵的时候，天龙门上下奋起抵抗，协助城防军固守龙城。门主天龙斗罗更是壮烈战死。遗憾当时我们地龙门已经全员转移到了史莱克城，未能及时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天龙门，厉天龙呢？大战之后不知所踪，希望还活着吧。这里就是城主府，那是日月商会的人。龙城城破之后，第一批进入城内的就是这批日月帝国的商人，他们带来了大量御寒物资和先进的魂导热能器，低价甚至免费发放。我跟进去看看。那我呢？你在这里做接应。嗯。东西都送给他们，不要心疼。元帅说过，当他们适应了魂导器的生活后，就离不开我们。用不了几年，就能让整座城市的民众归心。科技渗透，确实是个不错的样貌。这个神秘的元帅究竟是谁呢？就事论事，这样改善民生的举措，确实帮到了城内很多平民。你居然向着他们！这是历史上很多侵略者惯用的手法。把反抗者杀掉，掐灭敌对的声音，再用利益收买人心。很快，他们就只会听到一个声音：拥护。但说到底，就是为了满足侵略者长期殖民的野心。随着战线拉长，这些殖民地的百姓只会沦为给战争机器输血的养料。你似乎很了解。10000年前。斗罗大陆上曾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。哼。小丫头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山莽宗，果然是你们！宗主，请下地龙门少主献给日月帝国，我们山莽宗可就能坐稳龙城首席宗门的位置了。所以，龙城城破之日，天龙门上下浴血奋战之时，你们山莽宗却投靠了日月帝国。少废话，拿下你！南水水这娘们儿肯定去全宗投降。霍雨浩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巨蟒之息！霍雨浩，你还不出来帮忙？你可以的，打击京城，听我指挥，蛇打七寸。坎位有人偷袭，后撤到灵位，坤位出拳，敌方巽位有破绽，出场。左手出掌，右手蓄力。逆捏之手。地武魂技，胭脂逆捏剑。目标前位，一击必杀。
背主求荣的人渣，早就该死了！霍雨浩，你居然袖手旁观，让本姑娘一个人对付这3条臭蟒！进来吧。走吧。这些山蟒宗的人都是你刚才……顺手解决。你现在魂力多少级？76级。76？不久之前的斗魂大赛上，你还只有5环魂王修为，怎么会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？一些机缘罢了。你真是怪物中的怪物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口寒泉蕴含着浓郁的灵气，寒泉之下便是拥有奇异矿石的洞府。这水下似乎有什么在吸引着我。你下去吧，我在外面守着。虽然你有极致之冰，但也不要勉强。若是承受不住低温，就立即上来。好。果然灵气浓郁异常。曾经有一位先祖从里面开凿出一块小矿石，其中蕴含着浓郁的冰属性气息。那矿石本身又呈现金属特性，所以先祖传承下来，一直认为在这洞府内部是一处矿脉，一处拥有着冰属性稀有金属的矿脉。也许这稀有金属能助我突破魂斗罗。好一股纯净的冰属性天地元力，这里果然是一处宝地。冰皇护体，温度竟与冰火两仪眼的寒极冰泉相差无几，那里一定是这处寒泉的泉眼所在。找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。的选择，也是天才中的天才。只有你能帮助地龙门重现往日辉煌。水居然被隔绝在外。已经拥有极致之冰，怎么还会感到寒冷？这是冰极神经，万载玄冰窟诞生的冰极神经。这么多的冰极神经，一定有万载玄冰窟存在。这对冰属性的魂师魂兽来说，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物啊！冰极神经是什么？冰极神经是万载玄冰髓的半生金属。万载玄冰髓中的冰属性天地元力溢散出去，被周围矿脉中的金属矿藏吸收。矿藏属性改变，慢慢演化为冰极神经，是一种极为稀有的金属。稀有金属，既是最坚硬的，也是最柔韧的。
巨灵专吸食冰级神经，更有好几次差点死在他手里。对不住了，冰级神经，我可不准备让给你。连划痕都没留下，好坚硬啊！宇浩，你试一下将极致之冰融入暗金铜爪之中。好神奇！我将极致之冰注入暗金孔爪之后，冰级神经内部竟然产生了一股亲和力，可以轻松切割，改变其结构。宇浩，不可大意。冰级神经之所以被称之为神经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已经进化到了拥有一定生命力的境界。要想击败它，就必须压制它内部的核心能量。那我们就一起上，让他看看极致之冰的厉害。永动之域，八角万寿刺，冰皇之怒，地寒天，雪舞耀阳，平顶爆。果然是最坚硬又是最柔韧的金属，用它来打造魂导器，性能一定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其他所有魂导器。恐吓秦龙！如此数量的冰级神经，可是一举解决了唐门魂导器欠缺原材料的难题。看来冰级神经已经被全部开采。好了，宇浩，你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这洞窟深处的万载玄冰髓才是更珍贵的天下至宝。这里的冰元素已经浓烈到了我无法吸收的程度。未经打磨的万载玄冰里面蕴含的天地元力可是非常狂乱的，一定要小心。前面的温度估计已经接近绝对零度了。这里的冰似乎连灵魂都能够冻结，死寂无通。好漂亮，和冰级神经的极寒内敛不同，这里的寒意根本无法内敛，空气似乎都是粘稠的。就是这里了，这就是万载玄冰髓。我无法吸收这万载玄冰髓的冰属性天地元力。这里的空间太小，以至于寒气无法外放，完全沉积在这里。所以，这里的超低温也是我们生平仅见，距离绝对零度也只差不到5度了。温度已经远远低于你的极致之冰，所以你才一时无法吸收。极致之冰还不是绝对零度吗？温度低于零下150度，就迈入极致之冰的领域了。但距离真正的绝对零度，却还有着不小的差距。绝对零度是仅存于理论的最低温度，是只有神能踏足的领域。天梦、雪女、八角还有我，先吸收这里的万载玄冰髓，慢慢降低这里的寒气浓度，你就可以逐步吸收了。好，天梦哥，雪女、八角，你们一起吸收吧。等等，这万载玄冰髓
我至少要先吸收一半。你说什么啊，冰冰？你难道是想借助这万载玄冰髓的天地原力重塑肉身，进而谋求脱离宇浩独立存在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用你那个100万年修为的脑子想想，宇浩的所有魂灵中，谁是唯一拥有极致之冰的那个？你是想？我不仅拥有极致之冰，还是宇浩的武魂，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冰属性天地元力。而且能将这部分天地元力化作我的本源之力暂时储存，等到宇浩凝结第2魂核时，再将这部分天地元力全部融入他体内。要知道，魂师一般是要在封号斗罗阶段才凝聚魂核的，而宇浩就是因为天梦女在魂圣阶段就凝聚了第1魂核，那他凝聚第2魂核的难度就是空前的。届时，我将冰属性天地元力注入，才能把成功率提升到最大。冰冰，冰冰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更何况，乾坤问情谷，我已经答应与你在一起了，又怎会寻求离开宇浩独自存在？真的吗，冰冰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还要我再说？你自己错怪我了，该怎么罚？我错了。回头再跟你算账。赶快说吸收这万载玄冰髓的事儿吧。我们几个魂灵先吸收。宇浩，你自己只能吸收少部分。万载玄冰髓的效力太强了，如果你吸收太多，很可能会像当初天梦那样陷入沉睡。要是睡上个1000年万年，那就一切都太晚了。好。冰帝的灵石和这万载玄冰髓中蕴含的庞大能量，渐渐令它成为了一个以冰属性能量为身躯的全新生命体。冰帝吸收了9根，我可以了。天梦，天梦哥吸收了3根。宇浩，你让雪女和八角进行吸收吧。雪女吸收万载玄冰髓的速度比冰帝还要快，八角吸收了6根，雪女居然吸收了13根。雪帝，你恢复记忆了。这些日子多谢照顾，爸爸。别，那是你刚刚新生，没有记忆，做不得数的。重获新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是当初的冰天雪女，而是一个全新的婴孩。我们血脉相连，你当然是我的爸爸。再造之恩无以为报，
我必然会陪伴你一直走下去，去挑战魂师那一层至高的境界。就算你失败了，我也会陪你一直到生命的尽头。雪弟，你……谢谢你，冰儿。爸爸，等你的魂力提升到8环后，到极北之地走一趟吧，那里有个适合你修炼突破的地方。地天，你是兽神，别的凶兽怕你，我可不怕。不怒自威，这才是极北3大天王之首，雪帝，冰天雪女。军头，好像是日月帝国的护国之首魂导师军团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出来？爸爸，我现在就教你控冰之法。我带你感受一下冰的世界。冰雪的基础都是水，水是万物之源，生命之源。水的力量无孔不入。这就是水，有水就有生命。冰与雪，无论形态如何不同，它的本源都是水，只是因为温度的不同才成了冰。冰其实就是固态的水，是坚硬的水，是水之刚强。控冰之法实际上就是控制温度。当你掌控了温度的奥秘与水之特性，那么你的控冰之法就有些门道了。今天让你先感受控冰之法的第一层——温变。水凝结成冰，会释放大量的热能，而冰融化为水，则需要吸收大量的热。所以，当你紧贴冰的时候，并不会那么快感到冷，而冰化的时候，吸走了你身上的热量，寒冷就来了。原来我并不了解冰，拥有极致之冰的能力，反而令我忽略了很多冰最本源的东西。寒冷并不是纯粹对温度的控制，更重要的是对冰属性本身的了解。谢谢你，雪女，我对冰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希望这份明悟能在你凝聚第二魂核的时候有所帮助。这里温度已经回升不少，剩下的6根万载玄冰髓你都吸收了吧？好。任何一个万载玄冰窟的形成，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可惜，这处万载玄冰窟并不在我极北冰原之上，当时随着地壳运动移动到了这里。这里虽然寒冷，温度比之极北冰原却相差甚远，无法维持万载玄冰窟。现在没了万载玄冰髓和冰级神经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彻底消失了。
这处寒泉洞窟确实是一处宝地。我吸收里面的万载玄冰髓，实力有了很大进步，极致之冰变得更低、更纯粹了，就连我自身的生命力也增强了不少。这是冰极神经，也是我在这处寒泉洞窟内找到的稀有金属。秋秋，你把他们带回唐门，玄老师和二师兄一定能打造出一批性能优越的魂导器。那你呢？在你下井的这段时间，日月帝国来了一支军队，就驻扎在龙城城外。龙城背靠极北之地，背后已经没有任何日月帝国的敌对国家和势力了。日月帝国这个时候派军队过来，到底图谋什么？具体还不清楚，我没敢靠得太近观察。不过，看着这军队军容十分严整，整体数量应该有2万人，并且配备了魂导师。秋秋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去史莱克城送稀有金属，我去探查龙城外这支军队的真正目标。高空探测魂导器，数量超过了100台，看来龙城外的这支军队所谋不小。这支军队十分可疑。凤凰图案是日月帝国5大护国之首之一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哪怕已经是晚饭时间，军中巡逻、侦察、斥候，也都是一丝不苟地在执行着任务。这支军队果然军容严整，综合素质恐怕可以与白虎公爵嫡系部队相媲美。没有布下防御魂导阵，也就是说，龙城只是中转站。他们的目的究竟是？抓个舌头问问，顺便测试一下这座军营的真实实力。哎，看这里！得手了。触发式警报魂导器。果然，这座军营实力不俗。在这边，我看到他了！不愧是护国之首，果然是强大的魂导师军团。玄武骑兵玉，虽然被发现了，但不能白来一趟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八角万象刺。好强的大范围魂技，辐射范围足有1公里。我怎么说也是10万年魂兽，我赋予你的魂骨技能又怎么会差？敌人只有1个，你们还给他逃了？是的，团长，对方实力很强，他用覆盖面积极大的冰属性魂技摧毁了我们的高空探测魂导器，之后整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他似乎还会精神攻击，导致我们的魂导器在瞄准过程中出了偏差。冰属性，精神攻击。团长，
我们现在……这个人的行踪诡异，用常规之法必定无法擒获。但若我们拔营起寨，或许能引他来探。哼！传令全军，拔营起寨！大供奉，23号实验品存活超过72小时了。很好，这次的实验若成，我日月帝国的勇士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备用器官了。没有继续搜查，反而匆匆启程了。精神探测。按照这个行进方向，他们的目的地难道是？模拟。好，收到。钻井台。对了，既然靠近极北之地的龙城拥有冰级神经和万载玄冰髓这样的至宝，那么极北之地肯定埋藏着更多的稀有金属资源。日月帝国真正的目的是开采极北之地的矿脉，攫取资源，为扩大战争规模做准备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吧。你以为单靠隐匿身形就能瞒住我们的视线吗？封号斗罗，你一定奇怪是怎么被发现的。其实你不用奇怪，我知道你有能力对我们进行侦查，所以为了布置这个陷阱，本帅着实是耗费了一番功夫。在这极北之地边缘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低温，而低温之中，热能探测魂导器就会特别的敏感。虽然你已经很小心地将自己的体温与周围环境同化，但是你却忘了，在你移动的过程中，空气气流会变化，多少还会有一点温度的改变。这是禁神手铐，能够禁锢你的魂力，戴上它，露出你的真实面目，我们就可以好好谈谈了。好吧，我认栽了。
哼，障眼法，雕虫小技，看我怎么戳穿你的小把戏！到底哪个是假的？他是假的，快攻击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究极魂导师的实力！